唢呐先锋正风摇，鬼畜频传数字标，战火烹成魔性梗，残骸化作热搜槽。千行檄文书神曲，万里硝烟变细桥。宝莱坞中歌舞歇，抖音战场正喧嚣。都知道战争一打，生灵涂炭，但偏偏的有那么一个国家，把战争打出了喜剧色彩，打出了文艺复兴的感觉。有人拿飞机都被打掉了，一家都没回家，就这一圈都被花。我在这还没出过这三家，雷达都是回答，什么都看不见你。金三三，我上到处都在发，他们需要掉大牙，这次丢人丢大了。我在这回家全部换新的，就没他们都玩，没他们都没事情啊，他们不会灭的。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pitara. 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tetiora. 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pitara. 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tetiora. Kamu fece pitara. 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pitara. Kamu fece, kamu fece, kamu fece pitara. 有人拿飞机都被打掉了，一家都没回家，就这一圈都被花。我在这天没出过这三家，雷达都是回答，什么都看不见你。金三三，我上到处都在发，他们需要掉大牙，这次丢人丢大了。大家好，欢迎来到老友记，我是大昭。想象一下，战火纷飞，硝烟弥漫，却有人拿着爆米花把这场血腥大戏当做了诱饵。高山流水不再是琴声，而是导弹呼啸。我们的战机被打落天际，仿佛落入了无人机销售的网红直播间。到底是谁竟然拿着爆米花，把这场战争当成了文艺复兴的大秀？如果你以为战争只是带来伤亡跟哭泣，那你绝对想象不到，竟然还有人能把战火烧出一个中世纪剧本杀。今天就让我们带着惊叹号与疑问号，揭开这场荒诞剧的幕布。刚买的飞机被打了，90亿全部白花了。当印度斥资90亿美刀购买的法国阵风战机被巴基斯坦的歼十 C 击落时，中国网红豪哥哥用魔性印度风神曲。刚买的飞机被打，把这场冲突唱成了全球狂欢。有人拿飞机都被打掉了，一家都没回家，就这一圈都被花。我在这还没出过这三家，雷达都是回答，什么都看不见你。金三三，我上到处都在发，他们需要掉大牙，这次丢人丢大了。我在这回家全部换新的，就没他们都玩，没他们都没事情啊，他们不会灭的。看 TikTok 上印度飞机被打这个话题，播放量破50亿。巴基斯坦网友用方言改编，土耳其媒体混剪鬼畜，连联合国都惊动讨论文化武器化。 시민들에게 큰 도움을 줄 것으로 보입니다. 为什么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却让世界笑到了肚子疼？印度这次到底输得有多离谱？
当泼皮战术装上了中式幽默，战争逻辑彻底崩坏。2025年5月，印度总理莫迪信心满满地发动了反恐空袭，企图复刻以色列精准斩首的神话。然而剧情急转直下，阵风战机被击落，陆军旅部队遭精准清除，哈洛普无人机成串炸击。更荒诞的是，印度的民众还没有从战败中回过神来，中国的网友已经把战场变成了玩梗盛宴。这场冲突暴露3个魔幻现实。第一个，军事对抗输给了文化解构。印度斥巨资买的世界顶级战机阵风，在豪哥哥的散装运营跟蜜汁唢呐里沦为了国际笑柄。这战场胜负取决于热搜算法。巴铁用歼十 C 打飞机，中国网友用神曲打脸。印度外交部用数千字的声明，敌不过7小时制作的洗脑 BGM， 泼皮战术遭降维打击。印度引以为傲的死不认账绝招，在歼十 C 加红旗9P 的体系化作战面前彻底失败，因为连他的飞行员都被活捉了，残骸的照片全网疯传，连自家的媒体都不得不认栽。印度输掉的不仅仅是飞机，更是现在战争的底层逻辑。来看痛点1军事采购沦为了国际韭菜，90亿美金买不回制空权。印度长期迷信买策略，法国阵风，俄罗斯苏30，以色列无人机，俄罗斯 S400，看似豪华的万国牌装备却在体系化作战前暴露致命的短板。来看数据巴基斯坦用中国预警机、歼十 C 加霹雳15导弹构建的空战铁三角，以145公里的射程碾压阵风战机的单打独斗。再看后勤灾难，印度3军各自为政，这个部门跟那个部门都打在一起。那战机坠机以后连备用零件都要等法国空运，而巴铁呢依托中国的供应链实现战时快速补给。得出的结论就是没有自主军工体系，再贵的装备都是一次性玩具。痛点2，民粹主义反噬，莫迪的大国梦碎成了渣。印度此次军事冒险本质是莫迪的政治豪赌，想凭借克什米尔冲突转移国内经济矛盾，复制以色列吞并戈兰高地的神操作。但现实却是国际形象崩塌，豪哥哥神曲让印度从南亚霸主迅速沦为了全球笑柄。TikTok 上印度网友怒骂文化羞辱，却反被各国网友用同款 BGM 嘲讽。再加上他国内的信任危机，反对党国大党猛攻莫迪，屈服美国调停。民族主义者质问，说好的让印度再次伟大。来看痛点3，信息战全面溃败，输掉的不只是战场。当印度还在用 S400防空系统找补面子的时候，中国网友已经用一首歌把对手钉在了舆论耻辱柱上。豪哥哥视频在24小时内衍生出了1.2万条二创视频，这传播的力度超过了印度外交部全年的外宣，颠覆了全球的认知。印度宝莱坞歌舞沦为了鬼畜素材，阵风神话被解构成90亿打水漂，文化输出反成战略负资产。那么它有没有解决方案？在信息时代赢战争的不只是导弹。先看解法1，军事科技加文化软实力降维打击。中国此次给出教科书级的示范，硬实力兜底，歼十 C 用霹雳15导弹证明，超视距空战已经颠覆了传统的狗斗模式。体系化作战让印度万国牌无处遁形。再看软实力的破防，豪哥哥神曲用印度元素反向输出，把严肃冲突变成了全球梗战争，让印度陷入了打不过又说不过的死局。这给大家带来什么启示？现代化战争是军事、文化、舆论的3位一体，缺一不可。再看解法2，精准打击高种姓恐惧，瓦解印度社会的根基。印度种姓制度造就畸形战争心理，低种姓士兵随时可以牺牲，而高种姓的精英又必须保全。巴基斯坦这回斩首印度陆军第12旅指挥部，直击其要害。再看心理震慑，印度的高级军官多为婆罗门种姓，他们的死亡会引发政治阶层恐慌。而战略威慑，巴铁曾经公开表示，本来能击落15架，但只打下来5架，暗示我想打谁就打谁，迫使印度精英阶层主动求和。这解法3，再看用中国方案重构南亚秩序。1962年中印战争，中国用打疼就打服，终结了尼赫鲁的野心。2025年，中国用体系化防御加文化解构再次破局。中巴经济走廊让克什米尔成为一带一路的枢纽。印度如果吞并了中巴经济走廊，必将触犯中国的核心利益，那人家能放得过你？
再看规则上的制定，中国促成上合组织反恐共识，印度如果继续支持跨境恐袭，将遭到国际社会的孤立。弗洛伊德指出，幽默是应对焦虑的一种成熟防御。当面对生死威胁的时候，人们会用笑容来缓冲压力。当战争沦为喜剧，我们该笑还是该反思？庄子齐物论：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若我们不能将死者视为他者，幽默就会走向冷漠。印度用一场荒诞喜剧证明，靠民粹煽动跟碰瓷儿战术无法成为真正的大国。从豪哥哥神曲到歼十 C 导弹，这场冲突最深刻的启示就是，现代战争早已超越了枪炮。谁能用科技定义战场，用文化结构叙事，用体系掌握全局，谁才是真正的赢家。而当我们刷着刚买的飞机被打，哈哈大笑的时候，也别忘记，所有战争的本质都是悲剧。印度如果能从此学到用谈判代替冒险，才是南亚人民最大的福报。感谢各位家人们跟大钊一起在老友记燃烧青春的热血，点赞、订阅、共振，下期再见。